我爱上我的哥哥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可却有着千丝万缕的羁绊。我们在一个屋檐下，各自藏匿着自己的爱意。我一次又一次地跑向他，可他却一次又一次地推开我。可我明明记得，是哥哥先来招惹我的。选在我妈忌日办婚礼，也不知道安的什么心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分神了，不小心撞上了。您看您有没有时间？是我陪您去修车呢，还是等保险来赔付啊？今天没空，我今天很忙。我们留个联系方式，方便后续沟通。小满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怎么回国了都不跟我说一声？妈，新婚快乐！真好看。来，我妈看看。你今天能来，我太高兴了。不过，今天婚宴都是你陆叔的那些合作伙伴，还有亲戚，可能现在跟他们介绍你不是事儿，妈。等婚礼一结束，我就介绍你们认识。好。你爸的事没影响你吧？倒是没有波及到我，但是事发突然，还留了很多债权的问题，所以我这不是回来解决了吗？不过你爸那个事情也是挺奇怪的，破产就破产了。怎么会自杀呢？难道真的像外面传的那样，他骗了人家很多钱吗？这不会的，我爸不会骗任何人钱的。黄律师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去现场了。好了。各位来宾，让我们有请最特殊的证婚人陆先生的女儿陆竹小姐上台致辞。她真的是陆家明的女儿，我没认错。怎么是他？今天有2件事情值得分享。第一件事是我的爸爸在不惑之年再次找到了他的真爱，他需要我的祝福。第2件事就是我的妈妈沈琪，她还在墓园等着我去祭奠她。可能很多人忘了，今天是我妈妈2周年忌日。人生不过大梦一场，
谁是主角，谁是配角并不重要。所以，爸爸，你的婚礼我一定到场，但我的祝福到不了场。恭喜你啊，终于转正了。你们先出去一下吧。真会挑日子，挑在我妈的忌日办婚礼，是想告诉全世界，陆佳明已经忘了他的发妻，只爱你一个人了。小陆，你误会了，这个日子是大师看的农历，我们忘了阳历了。你记得的事情那么多，却不记得自己朋友的忌日。黄女士真是健忘。美则美矣，只是美人迟暮。妈妈忌日，虽然我不该裹挟所有人一起祭奠，可却有人在这天大肆庆祝，多讽刺！我想我只能以我自己的方式无声的抗议。抗议逝者刚刚离开2年，就被点替了位置。抗议总是有旧人哭，有新人笑。抗议，男人总是这么薄情寡义。这场荒谬的婚礼结束，我又重新变回一个人，一个无依无靠、无人在意的陆家千金。又见面了。你也来参加我爸的婚礼啊？落下的每一滴泪，泛滥在银河里，都会照亮那些逝去的亡灵回家的路。路上灯火璀璨，每一颗星星都是属于他们的回忆，一直被记得，就不会真正的消失。这句话送给你。烂故事。能哄小孩开心的故事，就是好故事。那你呢？你朝思暮想的亲人有没有来看你？刚刚我们追尾的那个路口，是从墓园下来唯一的路。你又是去祭奠谁的？我爸爸。小满回来了，我在餐厅订了位置，我们去见见小满吧。小满17岁就考进了清华的少年班了，现在啊，自己在上海创业呢。啊，小满来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陆叔叔。陆叔叔，您好。听你妈妈一直提起你，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小卓，叫哥哥。你好，妹妹。
小满，一会儿我跟你陆叔叔还有应酬，你送妹妹回家吧。放心吧，妈。走吧。你早就知道我是谁了吧？也没有很早。你干什么？送你回家。他们都走了，别装了。你处心积虑地靠近我，还编一个童话故事来骗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早就听说陆家大小姐温文尔雅，可我今天见你，怎么完全不一样啊？妹妹，你有秘密啊？别人的秘密，你少管。走着瞧。叶氏巨大杀猪盘溃盘，叶氏董事长跳楼自杀，谁能偿还1000亿巨债？他跟我一样，对陆家都图谋不轨。好，走开一点。霞姐，哎，看看这啊，小朱啊，怎么什么垃圾都往家里搬啊？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现在越来越没规矩了。小竹，以后哥哥就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了，你们兄妹2个要好好相处啊。对，这样你带小满哥哥呢，家里面先转一转，参观参观啊。我们先进去了啊。你用什么招数骗我爸把你带回来的？怎么跟哥哥说话呢，妹妹？怎么了，妹妹？你不开心啊？我可太开心了。陆叔刚说了，让你带我在家里转一转，你准备带我去哪儿？你自己转吧，我要去游泳。你神经病吧你！一会儿没见你，就想你了。这么巧啊，哥哥，我也想你。妹妹，你恶作剧还有待提高啊，下次换我了。你给我等着！啊，哎，喝点。哟，还在看你陆叔的采访啊？这不得学习学习吧。对了妈，我想去陆氏工作，您看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过你呀，还是跟你爸那边的事情划清界限，好好跟着你陆叔叔去做生意。
你现在也是陆家的一份子，早晚都得进自家公司的。好。不过呢，你别着急，妈妈想想办法。好。早点睡吧。拜拜。嗯。我的东西，你别动。巧了，我这个人啊，最喜欢的就是别人的东西。无耻！哎，去哪儿啊？不陪哥哥吃早饭了？你们都在啊？早啊，妈。早了，叔叔。嗯。小满，你平常都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啊？我平常看的不多，也就是什么经济学原理、国富论、货币战争什么的。哟，这不错呀。我们小满很努力的。那这样，那这本书我先借你看看。谢谢陆叔。小朱，你最近看的什么书啊？我看的叫一本《遇见他，我愿赌服输》。你这是什么书啊？哎，他在说什么呢？我们老了，年轻人现在说的话已经听不懂了，有代沟了。哦，对了，小满刚过来，下午没事的话，我带他出去转转吧。哦，不用，叫小朱去就完了嘛。待会儿吃完饭，带你哥哥四处转转啊。我吃完了，你们慢用。一会儿我好好带你逛逛，哥哥。嗨，你说这孩子淘气人啊，可爱可爱。喂，花姐，晚上我带个人过去，你帮我吓唬吓唬他们。这次又要整谁啊？你别管，到时候再帮我找点群众演员，片酬双倍。知道了，找财神婆。今天缺车手啊，外围堵住全满了，没人上车啊。花姐，这就是你今天给我找来比赛的人呐。方向盘能拧动吗？我不跟女的比赛。打住，不是我，是这位，他可是拿过全美 F1赛的冠军。是什么冠军？不会呀，我刚坐车我都晕车，我都。花姐这儿有个规矩，定下了赛事要是不比，罚款200万。你是比呀，还是交罚款啊？200万，小子，敢不敢比啊？小子，赛车可是会死人的。我认罚款。花姐这儿还有个规矩，对手来了要是不比，罚款500万。哦呦吼，500万，小子！考虑好了吗？来呀！Diamonds I see flaunted, treasure, see it, got it.
你带我来这儿，不就是想看我出丑吗？那我就出给你看。Ready? Go! 傻了？什么冠军？不会呀、我刚坐车我都晕车，我都。你刚才那些都是装的。你不是说我是变脸大师吗？怎么样，哥哥厉害吗？来看，扮猪吃老虎是吧？啊！你说什么呢？什么扮猪吃老虎？明明是你技不如人。你两个做局让我输了20万。谁让你故意买我们输的？输了活该。怎么，输不起是吧？他妈的，今天要么把钱拿出来，要么谁都别想走！打他！打呀！往死里打！别打！住手！阿夏，不要在我的场子里闹事！哎，轻点儿，你就不能温柔点儿？现在知道疼了，刚才不是挺凶的。想要对着你的耳边轻轻地说出那句我爱你。这什么呀？这么幼稚，我不听。我喜欢。
你其实也没那么讨厌我吧？其实你也没有那么讨厌。看我干什么？要不要回家呀？这怎么搞的？没事妈，不小心摔的。身上呢？身上哪里受伤了吗？没事儿。知道疼还不小心一点。看不见了。还皮。哎，对了妈，集团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妈妈呀，已经想到办法了。啊。不过妈妈呢，现在刚嫁到陆家来，集团里面呢有一些老员工是看不惯妈妈的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硬把你塞到集团里面去，你是会不好做人的。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。咱们带着礼物去。什么礼物啊？海市呢有一个叔家，做实业起家的，实力非常强。你陆叔呢前几年就想跟他合作，但是那个老叔总呢挺保守的，一直推辞。妈妈打听了一下，他有一个小女儿叫舒佳佳，所以我在想，如果咱们跟那个舒佳佳搞好关系，应该就能搞定那个老叔总。我是听出来了。那你是想把我当成礼物送出去？什么呀，我哪舍得呀！好了，我去收拾一下，下午要去参加那个篮球联谊赛。篮球联谊赛？哎，你不是会打篮球吗？下午去露一手。小朱，你哥哥真的很优秀，打篮球打得也挺好的。就那样吧。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要是有这样的哥哥，做梦都笑醒了。那我把他让给你，让他当你哥哥吧。你要是让给我，那可就不是哥哥了。招蜂引蝶，觉得自己很帅吗？小满哥哥，你打得真好。没有，这都已经拖后腿了。才没有，你打得超好。要休息一下吗？我先上个洗手间啊。小陆，长辈都没走，你去哪儿啊？要你管。谁惹你生气了？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那就是你觉得无聊了。你那么关心我干什么？你不是应该去关心舒佳佳吗？我看你们两个人眉来眼去，互动挺好的。昨天短暂的以为你没那么讨厌，看来是我太早下定论了。昨天你偷听我跟我妈在走廊说话了。那是我家，不算偷听。
我不用跟我解释。叶满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好好听我说话。好，你说。怎么？没想好怎么圆谎啊？你是要告诉我，你每遇见一个人，每做一件事，都有你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，还是你想说，你有很多面，每一面都不一样？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只有真心，才能换真心。你想要我的真心啊？小满哥哥，小竹，原来你们在这儿，下半场开始了，快去啊！小竹，小竹，我喜欢你哥哥。你上次还说你喜欢刘家那个小儿子，那个喜欢和这个喜欢不一样。你哥哥他身上有一种味道，是别人没有的。我怎么没闻到？因为只有喜欢的人才能闻到啊。什么味道？你现在还不懂，等你有喜欢的人了，自然就能闻到了。走吧。晚上吃那么点就饱了？把你的关心留给别人，搞不定舒佳佳，你怎么进集团？你有必要每一句话都这么针锋相对吗？你为什么进陆氏？我要跟你说，我为了进陆氏学习一些吧。我调查过你。调查到什么了？你的秘密，我都知道。什么秘密啊？Actually， 你妈在我妈重病的时候，想尽办法靠近我爸。现在你爸自杀，负债100亿，你又想尽办法靠近我。这两件事情联合起来，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个巨大的阴谋。原本我以为你不聪明，但现在没想到你是真不聪明。等等，你叫我？你为什么要跟我儿子说那些话？你就不怕我爸回来，看见你这副嘴脸？你爸在，我也要问你。你在我的婚礼上穿着葬礼的衣服来恶心我，我忍了；你看不起我、不尊重我，我也忍了。你凭什么跟我儿子说是我勾引的你爸？你凭什么？你难道不是吗？那我问你，是谁在我妈怀孕的时候爬上我爸的床？又是谁在我妈病重的时候孤注一掷，害我妈害我妈病情加重，很快就离世了？我妈对你那么好，她换来的是什么？换来的是她的丈夫变成你的丈夫，她的人生变成你的人生。现在你还要让你的儿子来把我的位置夺走，你不怕报应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爸这辈子只会爱我妈，而你
只是一个无耻的上位者，一个他寂寞时候的替代品。你胡说！老陆，妈，你干什么？妹妹受伤了，我带她去报站。你干嘛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是妹妹。不想当你妹妹。那你想当什么？你妈妈打了我，你现在又给我上药，你在演苦情戏吗？给你上药包扎，就是演苦情戏啊？我可不想被你妈妈看见。这几天被风水，疼。那我亲点儿。原来你告诉我的收敛锋芒，是为了保护自己。原来你生活的地方也是地狱，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既然他对陆家图谋不轨，还不如统一战线。你说呢，姐姐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找你和解。和解？你不是说我误会你了吗？我来找你道歉。没想到小陆，你会跟人点头啊？怎么？不习惯啊？没有，很习惯。你为什么要进陆氏？我要赚钱，替我爸还债。陆家的钱我可以分给你一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陆家的钱我可以分给你一半，但是家产必须都是我。你说话一直这么直接啊？既然是来和解，就没必要弯弯绕绕。我一直不是很理解，你作为陆家的千金，为什么那么在意钱？那些财产不都是你的吗？你回来了，可就不一定了，哥哥。你放心，你想要的东西，一样都不会少。一言为定。哎，会不会喝酒啊？小满，小满，小满，小满。哎，妈，今天要去拜访苏伯伯他们，你准备一下啊。我洗个澡就出来。好。
再够。你这床真舒服，不愧是你妈的亲儿子。你赶紧收拾收拾吧，别一会儿被我妈发现了。小满，上次筛家送了我个丝巾，我想回他一个。你怎么在我儿子房间？你说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接近我儿子了就能报复我？哦，原来接近你儿子就能报复你了。跟我出去！松开！你凭什么管我？我凭什么管你？我现在是你妈妈，我为什么不能管你？你根本就不是我妈，你没有资格管我！我为什么没有资格管你？小陆。啊！从小到大，我爸妈都没动过我一根指头。哎，小陆，你松开！小陆，小满，把他放开！今天让他把话说清楚。妈，你先走，我一会儿给你解释。你冷静点儿。明明是他抢走我在意的东西，凭什么他那么做？来，来。你注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。那怎么样能解决问题？别拍我！我说了别拍。手怎么样了？就那样，死不了。有时候很多东西啊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，有的时候在中间地带才是最佳答案。你太烈了，跟个脱缰的野马似的。不用你管。哥哥不管谁管啊？我说了，不需要哥哥。那你需要什么？不说了，我要去上马术课。回头。不许录。好巧啊，露珠妹妹，你也在。陆小姐也来骑马呀？对啊，我的马术不太好，秋季会员赛还不知道能不能下场呢。对了，你哥哥呢？不知道。你哥哥有女朋友吗？不知道。那你觉得我做你哥的女朋友合适吗？这你得去问他呀，我怎么知道？也是，不过这几天我们相处的不错，我打算在今晚的亲戚会派对上跟他表白。祝你成功啊，舒小姐！我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喂，群群，你们亲戚会派对的地址在哪？发给我，我也要去。小鹿，你可漂亮了。那不是陆主妹妹吗？她今天打扮的真漂亮，蛮受欢迎哦。人家小姑娘出来玩，你一个当哥哥的去打扰，多扫兴啊！好久不见，漂亮。叶满哥哥，我喜欢你，从我见你第一眼
就喜欢你。不好意思啊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你那天跟我说你不需要哥哥，那你需要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这样会有人看见。有人看见怎么了？你今天来这儿干什么？寻找新的猎物吗？野蛮，叫哥哥。不叫。耳朵要是听不见，就别要了。叶满，喂，黄阿姨。醒醒，回来啦！哟，怎么喝成这样啊？小陆，我真的会把你当成我亲生的孩子对待的。之前我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 12岁学骑马，怎么骑成这样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要么就是换人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别多管闲事。好了，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说对不起，昨晚喝多了。你这句对不起道的什么歉？喝多了是理由吗？你怎么见一个人喜欢一个？我没有。你真有意思。你到底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？ 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喂，群群，你说谁回来了？他在哪？大哥，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大哥，干什么呢你？ 小竹，大嫂好。小竹，你终于来了！你看我被打的。就你这伤口，我再来晚点就愈合了吧？好久不见了，抱抱。这么长时间不回来，一回来就打架，你爸知道吗？谁让他在我厂里偷东西的？我这叫惩恶扬善。 你下次再敢这样，我看你的手！你听见没有？哎，给我过来！你这次回来待多久？那当然是待到你不想见我为止了。那你还是走吧。哎，陆大小姐，你做人能不能不要这么冷漠无情啊？你之前可不是这样的啊！我开玩笑的。 我请你吃饭，
走吧，想吃什么？那我当然想吃你做的家常便饭啦。好好说话。哎，我听说你爸又给你找了个后妈，你后妈还给你带了个哥哥。这你都知道？那是，只要是你的消息，我要发动我的所有人脉都得打听清楚，不然你以为我爸叫我回来，我干嘛这么着急？还不是想见你嘛。哎，对了，你那哥哥人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很一般。是吗？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那你试试吧。不会就是他吧？你朋友都是混混，你说谁是混混呢？跟我回去。他不跟你回去。你听我解释。还不听你解释。你他妈好吵啊！哈，你就是那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叶满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叫陈天泽，海市这块我罩着，陆竹我也罩着。你不要欺负他，你听到了没？现在立刻跟我回家。我说我要跟你走了吗？他说他要跟你走了吗？你为什么一直拉他回家呢？我怎么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你要是想让我把你这个傻子朋友打得更傻的话，你可以不走。回来！我撤！叶满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放心，他走不了，他能撵我过去啊？往真开啊！一会儿把他车还回来啊！叶满，你回来！大哥，车还送吗？我送你个头啊！送我凭什么听他的？把车都回去啊！蠢货！人呢？带过来，带过来。带话给你老大，说我回来了，带他来见我。还有，赛车场那边的事儿我管，听到没有？现在能听我说话了吗？没什么可猜的，你干什么都跟我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平常一向很理智的，可是我昨天看到你，然后我喝了酒，然后所以喝了酒，你做的事情都不算数，对不对？小陆，我想说，我没有刻意接近你，也没有想要利用你，更没有骗你。还有，我就这样一点一点把你忘记，就这样一点一点抹去记忆，在脑海里从此没有你的身影，也没有过去的那些点点滴滴，就这样日子慢慢变成流云，就这样学会不再怀念过去，记忆中的你也
也从此不再清晰，还要过多久才能把你彻底忘记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可是我好像喜欢上我妹妹了。我就当你胡言乱语。你先回家了。就这样日子慢慢变成流云，就这样学会不再怀念过去，记忆中的你也从此不再清晰，还要过多久才能？他跟他妈妈一样爱画画。画谁不好？画小满，这是要报复我吗？是要报复我抢了他爸爸？不行，小满不可以，不可以！我们该怎么办？
听说你让人给我带话，怎么？陈大少有何指教？阿甲，我知道我不在海市的这几年，你混得风生水起。但是有些人的钱可以碰，有些人却不能惹，知道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听说你前几天找人赌车，还输了，现在一直打听他的消息。怎么，想报仇还是想下黑手啊？那妞是你女人？我看你也不傻嘛。我告诉你，离她远点儿。你输的钱去别的厂子找回来喽，格局大一点。干嘛非要盯着人家小姑娘呢？那我得给陈大少个面子呀。谢了。这个牛肉还可以。小卓，青梅妈妈对你那么好，你要学会懂礼貌啊。眼睛看到的，就是真的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他在装。陆卓，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合礼仪了？你怎么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？你简直是胡闹，太不懂事了。吃饱了，小满，这样，陪你妈妈到花园里走走，消消神儿，好不好？走吧。好。小卓啊。爸爸知道你一直不太满意爸爸再婚，但事已至此，你要懂事儿啊！哦，这爸爸也得有个人陪吧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跟你亲八爷在一块儿，我觉得很好啊。我觉得不好。那你想干什么？小卓，在爸爸的记忆中，你从小到大都是乖巧懂事、温柔大方。你这回来这1年多，怎么觉得很奇怪，让爸爸都觉得你很陌生。你到底是怎么了啊？爸，你总是让我做好陆家的女。觉得黄清白、阿姨跟妈妈的感觉太像。
其是爸爸错了，刚才不应该对你那么厉害。没事的，爸。有时候也是我不懂事。多吃点，身体才能好。你干嘛？吓我一跳。把你这些调情的招数用在别人身上，我可是你妹妹。水都不让喝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靠近我很危险？什么意思？你别被别人看见。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。舒佳佳来过了，他说那天晚上他都看见了。我们不能这样。他看见什么不重要，你猜我看见什么了？你床前的那幅画，画的是不是我？是不是我？不是。陈大少，我要是你，我就打直球，犯得着在这里郁闷吗？你懂什么呀？我看你是不敢吧？怎么，害怕表白被拒绝，连朋友都没得做了？你是不是感觉我不敢揍你啊？被我说中了吧？这样，我帮你打助攻，你欠我一个人情。怎么助攻？来了来了，大泽，小竹，过来过来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晴晴。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。好久不见。后面那是谁啊？不会是她男朋友吧？什么男朋友？那是他哥。我可没让你来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我妹妹跟哪些狐朋狗友喝酒啊？不行了。来都来了，大家一起喝一杯吧。一起喝一个吧。加油！来吧。人都到齐了，我们来玩国王游戏。规则很简单，谁先摸到国王牌，谁就可以指定任何人做任何事。来，你把他约出来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国王牌在我这儿，这样吧，抽到红桃 A 和红桃3的2个人，隔着手指请15秒。我咋这么不信你呢？你可别忘了，我那18个男朋友是怎么谈的。啊，一言为定。我那18个男朋友是怎么谈的？什么牌呀？哎呀！哦，你是3，他是3，他是3。哦，在他们俩这儿。他们两个，亲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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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，亲他呀！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如果不想亲的话，也可以喝酒。喝酒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亲就亲，来。亲他，亲他，亲他呀！
亲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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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他。哦！1、2、3、4、5、8、15。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来，小猪，咱不玩这个了，我教你玩骰子。他不学。跟你说话了吗？10分钟到了，我们赶回家了。叶满，你算老几呀？怎么什么闲事都要管？我是他哥，我不能管。小泽，要不我们下次再约吧，我先回家了。喂，找到线索了，发给我。这应该就是你找到19年前的资料。上任院长千叮咛万嘱咐要销毁，但是恰好遇上医院老园区升级这事就给撇下了。但你们要答应我，不能给我惹麻烦。放心，程主任。叶总，19年前沈琦临产大出血，但是当时陆佳明不在海市，回来的时候沈琦已经把孩子送走。他为什么要送走自己的孩子？这个确实是没查到。吃点东西吧。喝点水。别假惺惺，你累我也累。说吧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想对你好一点。我知道后妈难当的，但我还是想弥补一下你缺失的母爱。母爱？这话从你口中说出来也太搞笑了。我为什么会缺失母爱，你不知道吗？在我妈怀孕的时候，在我妈病重的时候，你这个好闺蜜却跟她老公搞在一起，所以别白费力气了，不吃你这套，离我儿子远一点。我跟你爸爸现在是夫妻，叶满是你的哥哥，你勾引谁都可以，不可以是叶满。想报复，冲我来，不许碰叶满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凭什么听？你回来了，哥哥。这么晚回来，是跟别人约会去了？
你怎么喝那么多酒？你是在关心我吗，哥哥？陆家大小姐从小学习画画、弹钢琴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，你这手指怎么那么粗糙啊？你别问我的事，现在是我在问你。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刘妈，疼吗？疼就对了，我可不是好惹的。你想干什么呀？试试看就知道了。陆家大小姐从小学习画画、弹钢琴，你这手指怎么那么粗糙啊？因为练琴，所以十分保护手指，每天都会做手膜。早安，妹妹。你笑什么？你不记得了？记得什么？你再好好想想看。那你说，我是说了什么，还是做了什么呀？你说你喜欢我，不可能。你还咬了我的手，那你还抱我回房间里？你这不记着呢吗？小朱，你给爸爸泡的咖啡呢？爸。哎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吃个早餐，戴个手套啊？这叫手膜。手膜？陆叔早。早。陆叔，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完全成型了，我想招一个自己的 team 进入，看您这边方不方便给我几个人啊？你自行掌握，好吧？人多人少呢，倒是跟人事部商量，至少把握这个机会。谢谢陆叔。妹妹，你手是不是不方便啊？我来喂你啊。来，张嘴。来，张嘴。小朱，你说你都多大的人，还让哥哥给喂饭，你不害臊啊？再来一口。小满，哎，本来这次这个科创这个项目呢是发给杭州公司去做的，但是我们看看你的这个履历啊，你确实超过了科创项目的很多专家，所以让你小试牛刀试试。但是这就委屈你了啊，你这只能在分公司待一待了。不过这个项目的成败是决定您是否能进咱们的总公司。不委屈，叔叔，在这个项目上您已经给了我很大很大帮助了，非常感谢。
小卓啊，哥哥来了，我会对他视如己出，你放心。你们先吃啊。哎，小卓，这个手模挺有意思的，完了给爸爸也弄一幅。好。来啊，哥哥接着喂你。不用了，哥。这桌文件不对，就把后面的搬过来。好的，老板。一会儿把这些合同的副本都打印出来。好的，老板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在校园网站上看到了你在招运营 team， 所以就打了飞机回国了。我想，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做你的 team leader 了吧？好久不见，阿曼。好久不见，丽丽。把这块好好弄一弄，这边的玻璃擦干净一点。小姐，这种粗活怎么能你干的？哎，没事儿，我以前一直……我是说我哥哥他刚入职，我想亲自送他一个入职礼物，还是我自己来。小姐以前最宝贝自己的手，这怎么？哎呀，这还是太脏了，我去给我哥买个盆栽吧。我先去洗个手啊。好嘞，我去给您放水。进。这样才有生机吗？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，那么需要留在美国的你，居然会为了我这个项目突然回来。还记得当时，你为了 Grand One 的唯一名额，跟我分了手。这次回来可一点不像你的作风啊！是啊，我以前为了名额，为了绿卡，可以放弃一切。可直到你离开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好像你比他们都要重要。所以我这次回来，也不仅仅是为了这个项目，是为了你。阿曼，我们重新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这又是什么考验？看来你已经得了创伤性的综合症了。我又不是猫。最近肩颈怎么样啊？就记得以前做 project 的时候，你老是疼，我给你按一下就好了。阿满，小竹，你今天怎么来公司了？啊，我帮我爸来处理点事儿。你哭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你有车吗？在门口。走。
小猪，我来啦！走，放风筝去。都多大了还放风筝？你去玩呗。行，那我陈天泽亲自为你泡一杯咖啡。给。你看那边小孩玩得多开心呀！我也希望你可以像他们一样开心。你烤肉糊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家店可好吃了，你尝尝。阿泽，我没什么胃口。你没胃口，我一个人吃什么呀？你这这么多人呢，哎，你们过来一起吃啊！来，不行，他们还有工作呢。我这次回来处理这么多事情，爸特意叮嘱我，得低调点。他在海市人缘不好。你这叫低调啊？甭管了，你吃就好了。今天我请客。咋了？看见熟人了？没什么，也不算熟人。来了。我给各位介绍一下，林立范，欢迎他加入我们开拓者联盟，好不好？啊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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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那个，欢迎你来，我敬你一个。我们一起啊！起来吧，祝我们一起拿下陆氏集团！干杯！你要不我带你换个地方，咱们吃牛排去。没事儿，我挺喜欢这家的，咱们就在这儿吧。来那个。你吃点这个。我敬你一杯。谢谢你让我加入你们集团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。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，谢谢你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一会儿开心，一会儿不开心。要是换做别人，肯定觉得你很奇怪，但是我不一样啊，我就喜欢你这样。我先去个洗手间，我回来再喝，好吧？嗯，你照顾一下啊。行，来，不好意思啊。给你。这家馆子叶总特意选的，比我们之前吃过的都还挺好吃的。你们先吃，我去看他一眼。哦，好。新同事们都很好。怎么现在酒量这么差？几瓶啤酒就不行了？这不是喝多，我是为了咱们开拓者联盟开心呀。慢慢，你心里还有我的，对不对？小卓，
我不想再离开你了。你打扫一下，快！丽丽，我们已经分开了，不能这样。阿曼，过去是我不懂事，我承认，我以前以为我留在 Project 留在美国比什么都重要，但我现在不这么想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来，喝酒。一块敬他，一块喝酒。你不用急着回答我，我知道你就单身，这一次换我来追你。你呀，还是没喝好。都不许讨酒啊，听见没？小卓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怎么突然哭了呀？哎，你看我，我逗你开心，我给你做几个鬼脸，怎么样？哎，你看我啊，怎么样？逗你啊，你看好了啊。我给你换一个啊。陆叔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周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，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小猪不见了？你昨天见到小鹿，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呀？没有啊。什么？到处都找不着。我告诉你们，你就是把海市给我翻出个天来，也要给我找回来，快！你们别太紧张了。小鹿最近有什么反常吗？有没有认识什么新朋友，或者是谈恋爱了？据我所知，小猪她是没有男朋友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小马说的对，小猪虽然很刁蛮，但他从小到大一直很乖巧，他从来没有夜不归宿过。不过是集团。先生，我在邮箱里发现了这个。天泽，你看啊，我说吧，小鹿谈恋爱了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去上班吧。老陈，你那宝贝儿子呢？给你儿子打电话，赶紧把我女儿送回来，别瞎闹，下不为例。老板摸鱼，扣工资吗？该扣得扣。你今天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。我妹妹昨晚没回家。你那个继妹，丽丽，你们女生是不是都喜欢那种出门就呼朋唤友，然后跟电影里边那些街头混混似的？那是古惑仔看多了吧？我也觉得。他有什么好啊？阿满，你妹妹找什么样的男朋友，与你无关。你的心思应该放在项目上。我今天刚得到的消息，这次参加路演的不止我们一个公司，
陆氏还给你找了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，本土科创公司莫比云科技。他们会跟我们一起参加路演，得票高者获得唐氏未来2年融资。所以你不能松懈。你说的对，把那份合同给我吧。已经在桌上了。老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的儿子胆也够大的了啊！我的女儿他也敢？老子已经派人去找了，绝地3尺都给他俩找出来。你别担心。好了好了，我告诉你，最好小猪没有什么问题。他要是敢少一根汗毛，你老陆找到那臭小子，我让他给你跪着磕头道歉。走。死狗！没想到是你小子把我的小弟阿蒋弄进去，打狗也要看主人。你知道你动了谁的人吗？他们自己赌车被抓了，跟老子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嚣张，小子，都知道龙哥混海市这么多年，一直都在等一条大什么来着？大水鱼，大哥，哈，大水鱼，哈哈。你他妈别碰他，有他妈拖来！怎么？你怕我动他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碰他，我那就拼了！挺有血性的。会打台球吗？打你妈！要不这样，你赢了我，你的妞我可以送你。等等，我们增加点难度。哟，打进去了，老子就放你们女人。嗯。小逼崽子，胆子大得很呐！给我打，我死里打！
叶总，正好，我这儿有个文件，想让陆总帮我看一下。陆总不在。哦，那您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？陆总走的时候交代了，他今天外面有急事，不回公司了。那您知道是什么急事吗？这个没有跟我说。那叶总，我先去忙了。谢谢。太太，小马回来了啊？吃饭了吗？我不吃了。妈，小鹿回来没？刘妈，你把那个饭热一下吧。好的，太太。刘妈，别弄了，我不吃了。陆叔叔也没回来吗？下班的吧。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我先上去了。妈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小鹿是不是出事了？是。陈天泽。这不是小竹男朋友吗？找我干嘛？哦，我就是想找上次那个闽南车手再赛一场。小朱跟我说，这种事找你就对了。你是说阿甲啊？我也好几天没看到他了。那您知道平常在哪能找到他吗？这家伙不是在赛车场里堵车，就是在台球厅里赌球。你去台球厅里试试呗，具体位置我可不知道。你干嘛？不好意思啊。大哥呢？我不知道。大哥呢？我不知道。人呢？说说。哦，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。你老子居然敢耍我！6小时之内，如果看不到钱，你和这娘们都一起死吧！龙哥，我跟阿甲比赛好多次了，他没跟你说我是谁吗？我叫陆竹。整个海市有几家姓陆的？你给我爸打电话，他会给你钱的。没想到这次买1送1，这小娘们儿挺够义气的，这么上档次买了4件。怎么？他是你的男人吗？我爸看不见我会很着急，超过24小时他就会报警。你要抓紧时间。你在威胁我？妈妈，又来一个，警察还有10分钟到了。现在走还来得及。
妈妈，闭嘴！你不是很能打吗？啊？有谁上来我就弄死他！别过来！你要干什么？这个约顿里有100万，要么拿着他滚，要么等警察来抓你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你有什么选择吗？啊？你他妈逗老子玩呢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嘛！你可以试试。还不走啊？小陆，小陆，小陆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小满，包厢在里面，走吧。妈，我有个事儿想问你，什么事啊？家里那个照片，是不是你找人拍的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觉得太巧合了，先是拍到陈天泽跟陆竹，然后他俩就被绑架了，所以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是怀疑我找人绑架了小陆？小满，我跟你说，陆家的那个丫头真的是一肚子坏水，你跟她走得太近了，现在怎么连你也受影响了？那张照片早上是刘阿姨拿的报纸加进来的，但是陆家一直在风口浪尖上，你是知道的呀。什么小道消息、八卦新闻，恨不得多报道一点咱们家的事呢。拍到了小陆跟别人在一起，以为他谈恋爱了，说不定是想勒索点钱的。你怎么会怀疑妈妈呢？没事儿妈，是我多想了。小满，你要相信妈妈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妈妈都是最爱你的人。我知道妈，我先去点菜。看来小满对那丫头是动了真感情了，我得加快进度，不能再这样温水煮青蛙了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小陆回来了，我这本来是想去看你的，你爸爸不让，所以我就没过去。你爸说我现在刚怀孕，你要注意一点，医院里面病毒太多了。妈，你怀孕了？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，这不是小陆在医院吗？现在大龄产妇了，什么都得注意一点。来，我来拉妹妹上去吧。
啊，我也先上去了。啊。所以，我们是不是什么都改变不了？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要不我直接去跟他们坦白吧。你说过，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，中间地带才是最好的答案。我们还是走一步看一步。进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不在家好好休息？我来看看我的债主有没有在好好工作呀。陆总，你看看这个怎么样？我觉得还差得远呢。我听我爸说，绑匪拿走的那个优盾追不回来了。没事啊。可是那100万本来应该是你的启动资金的。100万哪有你重要啊？那你爸的事怎么办？本来就是一个窟窿。我们之后赚钱再给他补上呗。你看看这个项目。这个项目，只要下个月路演结束之后成功立项，就会有3家风投公司立刻进入，再加上陆氏，我就能拿到25%的股份以及提成。不出半年就可以达到3个亿的营业额，到时候啊，咱们就可以全部还清了。那就太好了，亲爱的小叶总。我现在还在工作。你先回家等我好不好？去吧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这个秘书怎么长得这么像妈妈？像黄清白？难道他又开始了？谢谢陆小姐。你认识我？陆总的办公室放着和陆小姐的合照。你是新来的？是的，陆小姐。陆小姐，陆小姐，我还要去给叶总送资料。啊，去吧。小陆，以后进门可得先敲门啊！爸，我刚碰见你新招的秘书了。嗯，是吗？之前那个呢？怎么今天这么关心爸爸的工作呀？哎，怎么了？想过来实习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是问问。哦，我只是觉得他长得眼熟，像黄清白，也像妈妈。哎呦，好了，你这小丫头操什么心啊？哦，对了，今天既然你来了，陪爸爸一块儿吃个午饭。嗯，走。不用了，晚点家里见吧。
嘿，你这孩子，你过来一下。记住了啊，以后一定要避着我女儿和我老婆。知道啦，陆总。你找我有事儿？你喜欢叶满？怎么？就允许你喜欢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感兴趣。我是叶满在美国的女朋友，我们在一起3年。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，你应该是他的继妹。你这样做，只会害了他。跟你无关，你只是前女友而已。如果我只是前女友，他怎么可能让我留在他身边帮他？他又怎么会向我隐瞒你们俩在一起的事情？陆小姐，为了叶满，也为了你父亲，我劝你停止这场闹剧。小陆总，你怎么了？需不需要我帮你叫救护车？不用，你去忙吧。那我走了。如果我只是前女友，他怎么可能让我留在他身边帮他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叶满在美国的女朋友。真好看。姐，姐怎么了？姐姐，姐姐，小笋，妈妈也是这个病走的，姐姐也没逃过。但是姐姐希望你可以健康快乐的活下去。妈，我一直在想，到底给了我什么？
从我有记忆开始，就是外婆的脸，我总是觉得她有点不太耐烦。带我晒太阳的时候不太耐烦，跟我讲故事的时候也不太耐烦。直到后来姐姐来找我，才知道，原来爱是这样的，是一起在床上讲好玩的故事，是一起穿漂亮的衣服，是握着我的手，教我画画。妈，姐姐已经生病去世了，现在我好像也病了。为什么是我？我连个像样的童年都没有过。你知道吗？我遇见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爱他。我不想走。It's just another one of those days. One of those days. So don't try to play me like a fool. 我一定会好好爱自己的。陆小姐，这里呀，以前是一个画家租的，好像听说后来是出国了，所以一直空置着。如果您要租的话，价格相当实惠啊！就要这个了。太好了，陆小姐，您可真有眼光。这个租金是？我买了。买了？我要一个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地方，不能是租的。你帮我想想办法吧。好，我这就给业主打电话。您稍等啊，稍等啊。姐姐告诉过我，她短暂的一生一直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：女儿、陆家大小姐和我的姐姐。当她沉浸在每一种身份之中时，她会长久地失去自我，以至于陆竹除了名字之外，其他的都是别人赋予她的。可我不一样，我是小笋，是雨后破土而出的小笋。我要做我自己，要抓紧时间，做真实的自己。想要对着你的耳边轻轻地说出那句我爱你，想要今天怎么这么开心？身边轻轻地抱紧你，因为想你，我们的关系就像在演戏，我的画室。我们的爱情不需要言语，只想要我一直在想19岁的夏天能干什么。最近我想到了，
我可以在夏至的那一天办一场画展。这个想法听起来不错啊。那你会去吗？这个得看你表现。怎么看我表现？去不去？去不去？去不去？时间滴答滴答滴滴滴滴，时间滴答滴答滴滴滴滴。想要对着你的耳边轻轻地说出那句我爱你，想要靠近你的身边轻轻地抱紧你，因为想你，我们的关系就像在演戏。我们的爱情不需要言语，只想要靠近，只想要靠近你。我们可以要1-2个孩子，我们可以住乡下的房子，有时间可以聊一聊心事，所有的爱围绕着爱你的事。夏天的风吹过了耳边。汤吗？我喝不了，恶心。这么严重啊？我给你倒杯水啊。怀小满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反应了好几个月。来，喝口水。妈，陆叔叔，我吃饱了，然后我还有数据没做，我先上去了。好。来，小朱，你等一下，爸爸有话跟你讲。什么事儿？过几天呀，爸爸要请新加坡国立学校的春照老师吃饭，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儿去啊。你要送我出国留学？那你年纪轻轻的不念书干什么呀？可是你不是让我去做实习生，帮你搞背调吗？哦，你哥哥的项目呢，下个月就结束了，等完成之后你就去深造，好好学习，回来之后也帮家里面分担分担。我知道了。坦白吧，那个莉莉饭怎么回事？吃醋了？我上次就看见他亲你，要是普通同事的话，也没必要那样打招呼吧？还是我前女友。不过我俩早就分开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现在是我创业伙伴，回来帮我创业来了。我觉得他对你余情未了，毕竟你们这样抬头不见低头见。我算是听出来了，你是真吃醋了。毕竟我有先例嘛，像我们这样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就很容易睡在一起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他们知道了会怎么样？他们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们。那我们就要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见缝插针的在一起，一刻都不能浪费。去吧。
晚安，少爷。对不起啊，小竹，害你跟我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。没关系啊，你也不想的。那咱俩现在也算是够命的交情了。算是了。但我怎么总感觉你那个哥哥他……阿泽，你真的要跟我一起去新加坡吗？这有什么真的假的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陈天泽最大的梦想就是，只要能跟你一起，去哪我都愿意啊。哎，对了，你昨天晚上许愿了吗？啊？什么许愿？昨天晚上有流星，我就知道你没许，我已经帮你许好了。你帮我许了什么愿？秘密。天泽，我爸叫我先回去了。我的愿望还能实现吗？请你听听这一首歌写的是我现在生活，我的感情没那么多，不想听你说你还爱着我，回忆太多，记录着小朱我的生活和你一起傻傻这个动作这个好的。回不去那时候有你的 Summer 这个什么意思啊 ？Situation 情况。就这样一点一点抹去记忆，在脑海里从此没有你的身影，也没有过去的那些点点滴滴，就这样日子慢慢变成疗愈，就这样学会不再怀念过去，记忆中的你。各位，咱们这个项目成功了！这个项目还需要继续跟进，明白？走雷子。阿满，我有话和你说。什么事儿？我们这次大获全胜，不是因为我们的项目多么的有前瞻性和市场性，那在于什么？在于陆氏集团的总裁，他是否愿意把手里那一票否决权用在别的地方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我都是要向前走的人，可如果有人挡在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上，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去绕道而行。所以，我之前是你成功路上的绊脚石，你选择了毫不费力地踢开我，是吗？丽丽，我很欣赏你的才能，也真的爱过你。不过，我发现我们并不是一路人。辛苦了，范小姐。阿满，阿满，我想你了。我也是。坐。
怎么啦？你刚才想什么？你知道什么叫利益相悖吗？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，只要跟利益挂钩，它的核心质量就会改变，要么随波逐流，要么与之反抗。我跟你说这些干嘛？你又不懂。我懂，但我既不会随波逐流，也不会与之反抗。那你会怎么做？无论对错，我都会选择你，坚定不移，与利益无关，与相不相悖也无关，只要是你。对的错的都是你。欢迎来到我的画室。你为什么会画这幅画呀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看到海的时候，我都感觉不到恐惧，反而是安全感。海底的晦暗让我不断的想要去探索，尤其是遇到你之后，你不断的站在我面前保护我，让我藏在海底的希望成真了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什么？喜欢你。我接个电话。活着的时候，尽力活着，尽力去爱人，尽力被人爱，这样死亡来临时，才不会舍不得，也不会再害怕。3个月后，我们不会再给你机会，钱可以不要，但叶良做的事儿，我们一定会公之于众。他别以为死了就一了百了。我们会想办法让他遗臭万年。这怎么回事？静梅，你看看，你们俩看看，这是不是你们？是不是你们？这下你满意了？这舆论一出来，铺天盖地的，对集团的影响太大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是兄妹，知道吗？兄妹懂吗？你们在说什么？简直是胡闹！你们自己好自为之。妈，这个事儿跟小龙没关系。还有你。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你装什么装？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这些照片不是你放出去的吗？能干出这样的事儿，只有你做得出来。小陆，小满，妈妈一直在竭尽全力的给你铺路，你得罪了你陆叔，你未来怎么发展？我跟他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啊？我们俩有血缘关系吗？我跟你陆叔叔已经结婚了，你跟他在一起能有结果吗？你陆叔叔会答应吗？
你好好想想吧。哎，你看手机上面的人是不是他？以前只知道捞，现在也有捞杂了。哎，说的不是他吗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这不是老田，不好意思迟到了。没事儿，你今天怎么有空约我出来了？这个新闻是从你们家网站发出来的，你能帮我查到是谁爆的料吗？这不是你吗？我需要知道是谁发的新闻，你能帮我查到吗？行，我试试。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明明说好的项目又被打回来了，离路演只剩下2周了，这让我怎么搞？具体的修改意见？什么都没有。chỉ说优化方案的话，我觉得是优化市场接受度这个 part， 毕竟最影响价值的就是市场了。这 part 交给我吧，我再完善一下。你需要做个决定。不只是网上，各种新闻媒体都闹得沸沸扬扬的。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门公共关系课程，你每回都是 A 加，怎么到实战就不行了？什么意思？你应该召开一个记者发布会，否认你跟陆小姐的绯闻，并且宣布你有未婚妻的消息。这是最有效终止舆论风波的方式。小朱，查到了，查到了，是一个人匿名寄给了华西的记者。具体是谁查不到吗？这个真的很难，他是直接投递到邮箱的。不过，小朱，我一直以为你没有男朋友。现在也没有。辛苦你了，如果有什么消息，你再打电话给我。谢谢。小朱，小朱。这位先生，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否则……怎么样？现在过得好不好？陈姐夫。我抢你什么了？你说呢？我爸今天有没有刁难你啊？暂时还没有。我也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。那就先不要想。叶总，叶总，哎，这有份文件忘记给你。呀，这不是总公司的小陆总吗？啊，小陆总也这么晚下班？对。那小陆总、叶总，那我先走了。
这几天我把我一辈子的谎都说完了。我们去吃饭吧，想吃什么？上次那家。走。走。要不我们换一家吃吧？放心交给我，我去处理。你刚刚跟他说什么了？我跟他说，他要是不把照片删了，我就埋了他。你。想要对着你的耳边轻轻地说出那句我爱你，想要靠近你的身边轻轻地抱紧你，因为想你。我们的关系就像在演戏，我们的爱情不需要言语，只想要靠近，只想要靠近你。今天吃的还不错啊。叶满，不好意思。叶满，请问你们是陆氏集团大小姐吗？无可奉告。你是他的继兄吗？你们现在在交往吗？你们刚才在约会吗？无可奉告。今天各大头版头条都在报道你们二位的不伦之恋，这件事情是真的吗？无可奉告。哎，我认出他来了，他是前段时间跳楼身亡叶良的儿子。您和陆氏曾经的交往是虚以为之吗？还是说是子承父业的一个杀猪盘？你说什么？没办法，叶先生，头版头条的新闻当然需要一点大胆的猜测了。阿满，小满去公司了。你知道吗？小满爸爸的事情连累到佳明了，小满去公司处理了。你不是很爱我爸，很爱你儿子吗？你为什么要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卷入这些事情？现在还想再生一个孩子代替叶满，当初是你把他推向陆家的，这是两码事。我们母子来陆家只是想好好过日子，我是因为爱佳明。你指的孩子是叶满。
总之，我要跟你说的是，小满是有很多的压力跟责任的，他不是一个能陪着你无忧无虑的人选。你如果非要执意跟他在一起，消耗了你爸对小满的信任，那个时候他还能依靠谁？谁还能帮得了他？今天吃货应该大。哎，一会儿拍完了咱去 KTV 唱。哎，陆总，听说陆世全让叶良诈骗案中这个说法是真是假？当然是假的呀！啊，那叶满的真实身份，陆总您知道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叶满是我妻子的儿子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啊，陆总，你再婚时有没有对妻子做过背调？像你这人身家，不怕引狼入室吗？亲爱的陆总，请您说一下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个会。陆先生，陆先生，你在说？陆总，请您回答一下啊。叶先生，听你说两句吧。我父亲的事情与陆氏无关，并且事情也早已尘埃落定。我是谁不重要，还请各位嘴下留情。叶先生，小满，我一直对你印象不错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对不起，陆总，这些我会解决好的。好，但是你要记住，这不仅仅是你的家事，也是我们的家事。好。刘妈，你这些衣服都是不要的吗？是的，小姐，是太太一些不要的衣物让我扔出去。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。你放那吧，我一会儿挑一些捐去山区。好的，小姐。你再等我10分钟吧，我马上到。啊。你好，这里是张医生助理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啊，你好，我是黄清白的女儿，我妈妈她有私人物品落在医院了，但是我找不到你们的位置，请问你们的具体地址在？我们在汇兴路23号，有一个丁字路口，右拐直走就能看到医院，需要我来接你吗？哦，不用了，我马上到，谢谢你。哎，小陆总来了。小天是吧？啊，是。工作顺利。他今天心情不好，你不要去打扰他。你这套衣服挺好看。叶满，我有事情告诉你。什么事？你妈妈没有怀孕，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这件事情一旦揭穿，就没有什么能阻拦我们了。小朱，你觉得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吗？什
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不顾父母的关系，也不顾社会的舆论，就这么贸然在一起，万一有一天分开了呢？不会的。万一会呢？我们之前的那些都是假的吗？所以你现在是要跟我分手吗？我们算在一起过吗？我刚刚看你妹妹哭着跑出去了，你真的做好决定了？就是现在所有人都告诉我，怎么样做才是对他好。如果我不听，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既然下定了决心，那就打起精神来吧。离路演还有不到1周了，你爸爸的事儿已经传到了陆总的耳朵里，你要找的东西只会更难。我们有聊到智慧物流的产业概念和智慧物流产业发展环境与分析，还有，好了，这样，以后你有什么事情跟张副总汇报就行了。知道了。陆总，该和中医的胡总开会了。好，知道了。这样吧，以后你们能有什么事情，不要向我汇报，你自己拿主意。啊，好。陆总，会议这么快结束了吗？高血压犯了，头晕，把会议取消了。
要休息一下吗，陆总？回去休息吧，让思琪来接我。好。来，今天李周过生日，大家一起喝一杯！谢谢小猪，生日快乐啊！谢谢大家，多喝点儿。不要再喝了，你这是在故意灌醉你自己。你怎么那么婆婆妈妈的？我就喝几杯酒怎么了？来，喝开心！干杯！都别喝了。好喝吗？滚！快点滚！哎呀，到底是谁惹你不开心了呀？你要喝这么多酒？阿泽，一件明明没有结果的事，你还会去做？我当然会啊。看吧，我就知道有人跟我一样，根本就不在乎结果。走，找群群。你大白天喝这么多酒，你松开！你看我给你走个直线。行。你觉得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吗？万一有一天分开了，所以，你现在是要跟我分手？我们算在一起过了。你看，我就说我没喝多吧？你真的还要去找群群他们吗？为什么不去啊？群群在楼上等着我开 party 呢。我跟你说，他给我找了8个男模。你就听我的，咱们别去了，好不好？你别跟我废话。哎，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这不是叶满吗？我后妈的儿子，我的哥哥。你怎么大白天喝得醉醺醺的？来这儿干什么？阿泽，现在是我跟他2个人之间的事儿，你先不用管，你先回家。你确定吗？我要是走了的话，那他……我妹让你走你就走，怎么那么多废话呢？哎，阿泽，你先听我说，群群还在楼上呢，你不用担心我啊，你先走，回家。拜拜。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跟你妈妈吃饭去了吗？哦，你不会就是在这儿吃的饭吧？
那我正好去找你妈妈说点事儿。你回来，我不管你要说什么，等你酒醒了再说。你凭什么管我？你以为你是谁啊你？叶先生，刚才那个订单错了，重新帮忙处理一下，可以吗？哦，稍等一下啊，别动。传错了。在这乖乖等哥哥啊，别乱跑。我才没有哥哥呢。张医生吗？赶紧派辆车到紫蝶大酒店。现在。大白天就喝得醉醺醺的，不当你爸爸的乖乖女了。谁在说话呢？原来是我的后妈呀！又来那套小孩子的把戏，讽刺、挖苦、挑衅，你觉得我会上你的当吗？你别高兴得太早。我去了你经常去的私人医院。所以呢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嘛？应该问问你想干嘛吧。一把年纪了，假装怀孕骗人，你觉得他们会相信你吗？我一定会揭穿你的真面。你爸不会信你的。我既然敢说怀孕，自然留了后路。今天即使你不来找我，我也会找你。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处处逼着我？我跟佳明好不容易走到今天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来拆散我，尤其是你。你松开！妈，没事吧，妈？妈，没事吧，妈？爸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她根本就没有怀孕，她在骗你。骗我什么？骗我是为了阻止你和你哥哥在一起吗？陆主啊，我真没有想到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自私自利、无可救药。我告诉你，怀孕的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把你的妈妈推下了楼梯，现在还躺在急救室里。重要的是，你可以跟任何人交往，但是不能跟你哥哥交往。重要的是，你现在18岁了，你该长大了。孩子，你懂吗？啊？我只有一个妈妈，叫沈琪。是你背叛了她，是你在她怀孕的时候跟黄清白出轨，是你夺走了我的人生，是你没把我当女儿。陆佳明，自私的人是你。还有，我已经19岁了。小朋友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？爸妈在家里吵架闹离婚，我害怕就跑了出来，可是这里太黑，迷路了。那姐姐送你回家吧，你告诉我小区名字就行。我家住在天湖国际。走。你也有姐姐吗？嗯，我有。她和你一样漂亮吗？我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，是双胞胎。哇，我妈妈也嚷嚷着想生个双胞胎，只不过不是我，是给我弟弟，她想要2个男孩。姐姐你真幸福，那她对你好吗？好，但只是短暂的好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有姐姐的话，不应该是一直对你好才对吗？因为她去世了，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。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，死亡不是一个人的结局，他只是去了更好的地方。对不起，姐姐。不要说对不起，永远都不能轻易跟别人说对不起，知道吗？走吧。你家到了。
谢谢姐姐。以后这么晚不要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了，去吧。多给我讲讲他们的事吧。好，你还想听什么？什么都想知道。最想知道妈妈为什么会那样做。妈妈也很苦，姐姐希望你不要怪她。她在最美年华陪伴的男人，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背叛她。妈妈怀孕的时候，爸爸就出轨了别人。喂，佳明，你在哪儿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肚子好疼啊！这样两个宝宝，别乱动，注意卫生。妈，抱走一个吧。你什么意思呀，闺女？陆家明不配。这关孩子什么事儿啊？我不想他们像我一样，一辈子困在陆家，当陆主犬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自由飞翔。我要让陆家明尝尝被背叛后痛彻心扉的感觉。琪琪，琪琪，你还好吗？哎呀，我都快急死了！我们在深圳买不上机票是吧？哎呀，这迟到了，你别生气啊！啊，哎，孩子呢？死了。什么？死了一个，还剩一个。琪姐，其实你也别难过，生双胞胎挺不容易的，再加上你又是早产，其实发生这样的问题呢，好歹不是还活了一个吗？这样，要不等你身体好了以后，咱们再生一个啊，乖啊，乖。陆总，花。哦，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离婚吧。琪琪，琪姐，我知道你刚生完孩子，再加上发生这种事情，这情绪不太高。但是刚才说的这个话，我希望以后不会再有第二次，啊！你又不爱我，为什么不能放我走？乖
啊，姐姐，你这一辈子只能永远待在我陆家明的身边。乖啊！乖。丫头，我的宝贝女儿来啦。不是说有惊喜给妈妈呢？小金鱼被我弄丢了。小金鱼丢了没有关系，妈妈的宝贝女儿在就行啦。爸爸，嗯，你害怕弄丢我和妈妈吗？当然害怕了。所以啊，咱们一家人要永远的在一起，不分开。姐姐，我发誓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放心，我都不会离开你们，我都会永远保护你们，啊！请你听听这一首和弦，也是我现在生活。感情没那么多，不想从你。也许到死，你都不会知道，你还有一个女儿，叫做露索。她活在你们的欺骗和背叛中，承载了你们的仇恨和怨怼。成长在阴暗的雨水里，无法发芽，唯一短暂的爱来自姐姐，而姐姐已经死了。那些点点滴滴，就这样日子慢慢变成了雨，就这样学会不再怀念过去，记忆中的你也从此不再清晰，还要过多久才能把你彻底忘记？就这样一点一点把你忘记，就这样一点一点抹去记忆，在脑海里从此没有你的身影，因为我死去的那些点点滴滴，就这样日子慢慢变成流云。就这样学会不再怀念过去，记忆中的你也从此不再清晰，还要过多久才能把你彻底忘记？你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去医院
换陆叔叔回来休息，早点睡吧。连你也觉得我不可理喻吗？我只是想勇敢一点。我有什么错呢？很多东西其实都比感情重要。可是有的人说，爱就应该是不畏艰难险阻。明明是你先来招惹我的。小罗，小罗，我们不能这样。坠落的不是你，是我们。如果深渊的尽头需要你来承受痛苦，那不如让我来当这个坏人。喂，小朱，你家的一条八卦消息又被我们家收到了，幸好我及时给摁了下来。是你哥哥和一个姓范的小姐订婚的消息。喂，小朱。化妆刷每周4晾在窗台满2小时，睡前检查空调，定时关闭，别开整夜。哦，牛奶记得放回冷藏室第3层，深蓝色卫衣必须冷水洗，制冷温度不低于26摄氏度。睡前手机放充电座。闹钟调早10分钟。晴晴是我的大学闺蜜，陈天泽是我一起从小到大的好朋友。姐姐爱你，就如爱自己。小卓，你醒了？我怎么在医院？是你给我打的电话。阿泽，谢谢你。小卓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都知道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陆叔叔呢？
告诉他又能有什么用呢？没事的，阿泽，你放心，我不一定会死的。如果是你，想要什么样的结局？阿泽，在你心里，小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这次刚回来看见你的时候，觉得你变了很多，但又说不上来是哪里变了。以前的你温柔善良，好像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，就像天边的云彩一样，抓也抓不住。但是现在，你好像变得有点难以琢磨。小竹，以前的你不是这样的，至少你很爱护自己的。好了，阿泽，我哪里不爱护自己了？我这不是好好躺在医院了吗？好吧，反正我觉得只要你在就好了，你可一定要好好治疗。我答应你。阿泽，你知不知道叶满要宣布订婚的消息？知道。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。你做的决定，没有一件是不对的。可我也连累了你。这不算什么连累。能帮你做事儿，我很开心。可是这样，小陆陆小姐会回到她原来的生活轨迹，也会遇到很多新鲜的人。小女孩嘛，她很快就会忘了你，忘了发生这些事儿。而你，安满，你要替父亲还的那些钱，洗的那些冤屈，也都能真相大白。我知道你很爱他，可你也只能辛苦一点。所以，你还需要我帮忙打断现场的记者会吗？把你的这份爱意公之于众。可是，爱不就应该是不会艰难险阻？如果没那么爱呢？有些人只是经过，我多少夜里对你是多浪漫的一刻，所以也容易预料到猛烈的难过。晚间新闻报道，今日陆氏集团新晋少公子宣布与斯坦福高材生女友订婚的消息。日前传出和其继妹不伦恋的绯闻不攻自破。你看到这些酒瓶子了吗？我就像这些瓶子一样，可以随便被人丢弃，
从小到大，我妈、我爸都把我当成要挟对方的筹码，只有姐姐和你短暂的、用力的爱过我。可是现在，你也要走，这个世界上甚至都没有人知道我是谁。我有个秘密，你要不要听啊？从我第一次见你，我就发现你跟陆家大小姐完全不一样。她喜欢蓝色，而你喜欢红色。她画画的时候喜欢用暖色调，而你喜欢用冷色调。她喜欢百合，而你喜欢鸢尾花。你们不一样，你们完全不一样。从那儿我就开始调查你，只是你有藏匿身份的用意，我也不愿意揭开你的伤疤罢了。小孙，今后不管你是小猪还是小孙，我都会用哥哥的名义一直守护你，好吗？真的，只能是哥哥吗？您的咖啡。欢迎光临。你是谁？小笋。我是姐姐。为什么要把我送走？妈妈那时候患了很严重的产后抑郁，她送走你的本意是想让你离开陆家过更好的生活。但是我们也没想到，外公外婆一直拿你做要挟，问家里要钱。那为什么是我？姐姐也希望是姐姐，但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。小笋，现在我来了，我不会让别人伤害你的。小笋，我早就知道我会死，所以一点都不怕的。姐姐来了太迟，让小笋受了好多委屈。爸爸那个人不坏的，只要你告诉他，你就是陆主，他会像爱我一样爱你的。你的人生，我还给你。接下来要像竹子一样活着。不要再
再做小三了。知道吗？姐姐，姐姐，你醒醒，姐姐，姐姐。陆叔叔，吃块水果。谢谢，小满还是乖巧。妈，小满，叔叔一直很喜欢你，也很欣赏你的才华。你放心，陆氏集团绝对有你的份儿，但是你要好好干。谢谢陆叔叔器重。小陆，来，最近啊，你什么都不要干了，好好准备准备。秋季呢，就跟陈家的儿子去新加坡留学。我知道了。这次这个事情呢，就过去了。你们俩既然是兄妹，那就要有个兄妹的样，不要再想无边际的事儿了。小满，你那个未婚妻也带回家一块吃个饭嘛，一家人咱们再见见面。小朱，这次爸爸打了你，让你伤心了。你从小到大，爸爸没有动过你一根手指头，爸爸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但是呢，你是不是也应该向一个人道歉啊？黄阿姨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都是一家人，要叫妈妈。爸，我做不到。好了，别为难孩子了。现在我都好了，没事了。小满也订婚了，都过去了。进来。陆总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说。陆氏从来没有涉及过医疗行业，为什么突然给一行一个3个亿的订单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不明白。小满，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开口，一直在等你来找我。还好我赌对了，你这孩子人品不错，我知道你一心想进入陆氏是为什么，所以我没有阻止你，还给了你很多权限。我就是希望你自己亲自查清楚这件事情。你父亲，他的自杀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我了解我父亲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我们集团会留存所有的合同原件，
当年你父亲来找我融资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说要在印度筹建什么医药厂。我当时非常明确地回绝了他。没有想到金融界竟然传出来我给他给了3个亿的订单，于是他很轻松地融到了近100亿的融资啊，你懂吗？他不仅伪造了合同，也伪造了我们集团的公章。当我取到了这份证据的时候，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起诉告他，但还没有等我有所作为的时候，他就自杀了。老叶是个敢闯敢拼的人，白手起家黑白通吃，但做事没有章法。这次他玩的太大了。深圳那几家投资公司那可不是好惹的，很快就查出了问题。你父亲也知道，他这次这个事儿不死也得进去，但没有想到他选择了自杀，真是可惜了。小满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我也发现你做事稳重，心思正直，你跟你父亲不是一类人。这样，抛去一切不讲，我看重你的工作能力，我也希望你能继续留在陆氏。之前小苏让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这份是正式的入职合同，签了，你就是我们陆氏集团总部最年轻的副总。陆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我一定会给我爸一个交代的。原来我费尽心力要找的真相是这样。原来我一直笃定相信的事情都是假的。爸，你糊涂呀！叶总从陆总办公室出来以后就一直这样，也不知道是怎么。阿满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你就先别难过了。公司需要你，我也需要你。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我来。阿满，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但我们订婚吧。陆小姐，需不需要叫你家人来接你啊？我都这么大了，叫家长干嘛？接我放学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对不起，陆小姐。你失恋过吗？你有过心痛的感觉？就像是一把刀，一刀一刀的扎进胸口，再一寸一寸的凌迟，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血肉横飞，没有麻药，也没有喘息。算了。你不懂，
没事吧，陆小姐？我用了最卑劣的方法，让你对我们这段关系戒断。我知道你很痛苦，我也一样。小孙，别怪我，下次也别遇见我。阿曼，怎么这几天看着又瘦了呢？到了那边好好吃饭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看小鹿说的，这是你哥哥的未婚妻，来家里玩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你起来了。小鹿啊，你小满哥哥呢？他们要去美国登记结婚，马上就走了，啊，这个。哎，这孩子，哎呀，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。阿泽，帮帮我！小竹，你这次必须要住院了。阿泽，这次又麻烦你了。如果你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不会再替你瞒着陆叔叔，我会如实告诉他你的病情。不行。可是你现在晕倒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医生说了，如果你再不住院干预的话，你就会死。死没什么可怕的，活着才可怕啊。小竹，你真的跟我记忆里的陆竹太不一样了。他是什么样？我记忆里的陆竹，他不会这么消极，不会这么苛待自己。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就为了你那个哥哥，为了叶满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许根本就不是我？阿泽，我开玩笑的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调整，回来治病的。我只是失恋了而已。好了，别哭丧着脸了，你笑一笑啊。好，那我去找一下大夫，你好好休息。喂，叶满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外面和丽丽在一起。我要见你一面。什么事？陆竹生病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过，天上的雨水是无根水，那些徘徊不愿离去的亡灵，会顺着被雨水打湿的路，找到亲人。如果我死了，下雨的时候，我还能不能找到你？
陆叔叔，我不想再隐藏自己心中的感情了。小陆他一次一次的奔向我，这次，我想不顾一切的奔向他。不顾一切？你知道不顾一切的后果吗？你知道陆氏集团在海城的地位吗？你知道你和小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对陆氏集团的影响有多大吗？我当然知道。我当然知道，这一切会对你和陆氏集团造成什么样的影响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小陆的感情一直反复纠缠。但你有考虑过我们的未来呢？这不是我考虑的事情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太自私了，光顾自己的感受。我辛辛苦苦打造起来的陆氏集团，不能因为你和小陆的事情造成舆论而瞬间垮塌吧？小满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叔叔一直很看好你。你为了你的将来，为了你的事业，把这个感情算什么呀？啊？陆叔叔，在您的眼里，感情可能没有那么重要，但在小陆和我的眼里，还有您刚刚所谓的那些自私人的眼里，感情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会永远爱他。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会去带他追日出；在太阳西斜的时候，我会带他去追夕阳；而下雨的时候，我会带他去感受雨；在刮风的时候，我不会让他着凉。我愿意用我最真挚的感情去灌注在他一生中，这是我对您和对小陆的承诺。真美好啊，说的我都被感动了。但是你恰恰忘记了一点，你父亲的罪行，你父亲的债务，你父亲的死，这些东西你都忘了吗？小满，这么多的债务，你几辈子都还不完，将来你无权无势，你拿什么能保证小陆的幸福呢？拿什么？啊？在您的眼里，没权没势就不配得到幸福了，是吗？我爸的事业做得那么好，可他最后得到了什么？我之前被道德绑架，我以为我离开小陆，他就能得到幸福，可是不是这样。爱上一个人哪有那么快就把他忘记了呀？我真的实在演不下去了。还有陆总，我想问您一句话：在您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，你身边的爱人一个一个离去你，你能做什么？我起来，小子，起来！口口声声讲那么多大道理，你想证明什么？想证明你对小陆好，想证明你说的都是对的，想证明我们都是错的啊！如果你觉得我们相爱是错的话，那我有必要告诉你另一件事。19年前，妈妈怀的双胞胎，一个叫陆楚，一个叫陆素。可是妈妈怀孕之后，患了很严重的产后抑郁，她在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不在。可是她离不开你，所以她做了一个很坏很坏的决定。那就是把我送走。
老公站好。哎呀，站好，手膀子，起来起来。哎呀，太高了，往下。哎呀，你的表情不对，是这样，放下。是这样。哎呀，让我站了2个小时，我都累死了。不行了，不行，不行。有这么累吗？哎，我看看，我脑婆画的。别看，这画的不是我吧？哎，你说这是谁？你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男神，老公。哎呦，晴晴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了？我来查查你的岗呀。好啊，我希望你天天在公司陪我。哎，这是啊，这是我跟你说的清白。喂，我的深圳开会。拜拜。沈琪快生了吧？预产期下个月。你总说我变了，我变了，可是你不知道的是，去年夏天从西班牙回来的人不是陆主，而是我，小孙。刚开始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恨过妈妈，我恨她为什么把对你的恨宣泄在我身上，我恨她为什么留下姐姐而不是我，我恨从小到大没有人爱过真正的我，我就像你们爱情的祭品，你们的婚姻死了，拿我殉情。可是后来，我遇见了姐姐，她去西班牙找我，用短短的1个月，弥补了我的18年。她比你们口中的那个陆家大小姐还要好，温柔、善良、有力量。她跟我说，不要怪爸爸妈妈，她把你们的事情一件一件的讲给我听。他还说，妈妈每每梦魇的时候，喊的都是我的名字，所以他是爱过我的，他是爱我的。可是你呢？你爱过这个为你生儿育女、为你自我折磨的女人吗？爸，你后悔过吗？你说的这些，都是真的。啊！孩子。你是小主还是小孙？姐姐已经死在西班牙，只剩下我了。
报复，报复他爱过的男人不爱他了。这段时间是我不好。你演得太真了，我差点都信了。陆佳玉，我跟你在一起20年，你爱过我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了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都听见了。所以，我们是要分开了，对吗？你在说什么呢？这是不搭嘎的事情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们是要分开了，对吗？你冷静点，你不要给我喊，我很烦啊！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啊，请你冷静，好不好？我冷静。你说，你说。我没想着跟你分开，你得体谅体谅我。我的小猪没了是吧？你在干什么？你不体谅我，你在这跟我闹，你疯了吗？你有毛病是不是？我说了，我有毛病。当然了，你想干什么？家里头人那么多事，现在真是疯了你！我没有那个心情，没有那个情绪来听你在这给我瞎胡闹。我没有想到会发生，你当然想到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不要再给我闹，你不要给我疯，好不好？今天我疯了，我疯了。不跟你说了，我让你看看谁疯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你？你过来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了没有？这是小猪的东西。别动他的东西！别动他！别动他的！别动他的东西！你没资格，你知道吗？小猪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没资格。爸爸喜欢吃香菜，很多很多的香菜，可是我闻不了那个味儿，但是我会忍着。哦，对了，爸爸喜欢看财经新闻，每周1、3、5上午的 BBC News 也不能错过，记得提前帮他缓存哦。酒颗里的红酒就让爸爸少喝吧，他胃不好，喝红酒会胃反酸。爸爸妈妈的纪念日是9月10号，教师节，妈妈的忌日是4月初6，这些日子都要谨记。小猪没了，是因为我吗？你是在怪我敲散了你的家庭？你觉得沈琪的死是因为我？沈琪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，我这么多年跟你在一起，我一直很愧疚，你知道吗？
是因为我相信你爱我。你说我长得漂亮，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身边的那个女人是谁，我真是瞎了眼了，我真是瞎了。你陆家，你就是个人渣。你说的都对。现在离婚了一个人，你不是缺个秘书吗？让他来吧，他可厉害了。我缺，你这不是找你缺啊？啊？我缺，听老婆的话，工最好了。搞定，你在这好好干哦。那我先走啦。这么快就走啊？哎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啊，拜拜。拜拜。清白。嗯。哦。对，你会用咖啡机吗？我会。那你帮我冲一杯拿铁吧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谢谢。你的眼睛像一个人，像谁啊？像……啊，算了，这样，你呢，先到人事处报个到，办个手续。哦，好。我们今天做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。是啊，是小隼给了我勇气。可是，你妈妈怎么办？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爱就要不畏艰难险阻。既然他们已经选择要离婚，那我就可以正式的不做你哥哥了。我就知道，我们不会输的。你放心，我也一定不会让你输的。那个范小姐呢？那个订了婚又退婚、无怨无悔的范小姐。她明天去美国，我准备去机场送她，顺便跟她道个谢。道谢？决定了，留下来。我走了。那你们两个人怎么办？爱不就是不畏艰难险阻吗？行。那我祝你们幸福。谢谢。你还记得
我第一次来陆家，你对我做的恶作剧本。记得，那时候我就觉得你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很难搞。后来你就想要吓跑我，生怕我抢了你的家产，是吧？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啊，怎么会有这么爱钱的千金大小姐啊？所以你就去查了。你不是也在查我吗？我们这算是互相试探之后的世纪大和解吗？你得好好做手术，这样才算世纪大和解。我害怕，怕什么？万一有一天我不在了。你要好好做手术，什么都别乱想，啊！我今天就搬走了。我跟你爸要了分手费，不过分吧？你没必要跟我说这些。现在这样，有些事也就不用瞒着你了。那个莉莉范是我叫回来的，叶满对你的心，从来都没有变过。还有怀孕那件事情，也是我假装的，是我污蔑了你，对不起。至于你妈妈那件事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一直觉得爱一个人是没有错的，就像你爱小满一样，会不顾一切。只是我跟你妈命都不好，爱错了人。小沈从小妈妈就不在身边，一定吃了不少苦吧。现在陆家，爸爸、小满都给你了，算是我的补偿吧。黄阿姨，你先等一下，去给你拿个东西。抛开一切不谈，你应该是我妈最好的朋友。这个给你。I've got a poison in my veins, trying to let it all run out.
feel. 阿泽，小卓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你穿的这么正式。我托我爸爸在新加坡联系了一家医院，那里可以有全球顶尖的医师去会诊，你可以在那边一边治疗，一边读大学。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啊，我是说，我其实喜欢你很久了，小朱。从你第一次见到我，你穿着碎花的连衣裙，跟你今天蛮像的，头发松松软软的搭在肩上，喊我阿泽，我就知道那一刻我已经喜欢上你，爱上你了。我不在海市的每一秒、每一天都在想回到这里，而我回来的每一天，都在想能够遇见你。我陈天泽遇见的所有人，经历的所有事，那些昙花一现的快乐，远不及你的一个微笑。你对我笑一下，我能开心好久好久。小朱，你说我是不是没救了？这些我都明白，但你也知道我的心意，我不能跟你走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只是我觉得我应该认真的、正式的向你表达一下我藏在心里很久的爱意。现在没有遗憾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治病。等你回来，我们再一起去放风筝。那我回来以后，第一个来见你。那你好好治病，我就先走了。哥，我等你呢。对，丫头。行，好。要手术了，家属在外面等。入座家属，在这儿。我是他的父亲。病人手术中失血过多，现在各项指标不是很好，希望你们做好心理准备。什么叫做好心理准备啊？这不就是个简单的脾脏摘除手术吗？它是可血病，这种疾病的多变性是不可预估的。我只是传这个信息，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力的。医生，医生，我有钱。哎，医生，不说，你别担心，小陆一定会挺过去的。小马，我是不是作恶多端呢？我真的成娃娃，成完了我的亲人，一个一个的都走了，成完我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。杜叔，哥，杜叔，你别这样，小陆一定会挺过去的。
怎么样？拍的好吗？你怎么把自己头画这么大呀？哪里大了？你懂不懂欣赏？小朱，别拍我！我说了别拍。有的时候，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。中间地带才是最佳答案。你太烈了，跟个野马似的。不用你。哥哥不管，谁管？我说了，我不需要哥哥。那你需要什么？就这样一点一点把你忘记，就这样一点一点抹去记忆，在脑海里从此没有你的身影，也没有过去的那些点点滴滴。就这样日子慢慢变成流云，就这样学会不再怀念过去，记忆中的你也从此不再清晰，还要过多久才能把你彻底忘记？